当禁枪的国家突然流进大量枪支，还不幸被一名罪犯得到，那他就会持枪冲进警局屠杀，甚至找到经常给自己打电话的监督官宣泄不满。尽管监督官躺在地上不停地求饶，声称自己只是在例行公事而已，但卷毛可管不了这些，直接开枪将对方打成筛子。当老李冲进警局，只看到地上中枪死亡的同事，而卷毛也持枪出现在前方。虽然警方也配有手枪，可标准的指示套又怎会是重型火力能比的？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，警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惊悚韩剧《枪口彼端》第3期。老李有想到从考试院缴获的枪支，于是准备前往政务保管室取枪械，但必须先回到车里拿阿白收到的子弹才行。首先是制造动静，吸引卷毛的注意，再利用蛇皮走位拉开对方的枪线，而队长则带着文职人员趁机逃离。可不小心踩中玻璃，吸引了卷毛的注意。卷毛看着逃跑的人群，不慌不忙的瞄准，直接精准的射中队长的肩膀，最后再顺着地上的血迹紧随。同时，老李冲出警局，从车里拿起子弹箱往回跑，接着返回保管室，将弹药压进枪里。而受伤严重的队长将唯一的手枪交给女警，决定用自己当诱饵，制造射杀卷毛的机会。对方也拿着枪械找到受伤严重的队长，卷毛兴奋的举枪对准他，还声称只要跪地求饶就放过你。然而队长丝毫不怂的让卷毛尽管开枪。女警在两人谈话间探出身子，用手枪对准就在卷毛即将射杀队长时，女警果断扣动扳机，却不料子弹只是划伤了卷毛的脸庞。队长趁机想要抢夺下对方枪械，可由于受伤严重，差点被卷毛击杀。好在女警连续开枪阻止对方行为，但也因此遭到卷毛的火力压制。老李也闻讯赶来，仅2枪就击中卷毛的大腿，卷毛躲在桌子下不敢冒头。队长趁机起身离开，老李打碎周围的灯作为掩护，而卷毛被人偷袭，怒不可遏的快速换上弹夹，对着漆黑的办公室里一顿胡乱射击。老李每次开枪故意不打中要害，为了就是要活捉对方，逼问枪械的来历。老李利用警报声闪烁的光线吸引对方注意，卷毛对着影子方向一顿乱射，但被突然出现的老李压制在角落，不敢动弹，最终重伤的卷毛只好缴械投降。本以为这次的枪击案已经结束，可就在老李上前查看时，狡猾的卷毛已经消失在原地，顺着血迹的方向，显然是要在临死前拉上众人垫背。原来他的身上还有另一把枪，眼看同僚要倒在冲锋枪下，老李最终扣动扳机，将卷毛当场击毙。而这一幕被赶来的记者偷偷拍摄下来，随着视频被高层领导得知，非常震怒。尽管老李救下许多警察，但终究逃不过督察的麻烦。纠察员直接将老李以没按照规定和程序使用枪支为由审问，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开枪射杀平民，枪械和子弹都是从哪里搞来的，甚至拿出老李服兵役时击杀99条人命的事件，因此怀疑老李是嗜杀成性的疯子。老李也并没有辩解什么，只是默默接受纠察员的无端指责。也就在这时，警局署长冲进审讯室阻止调查，蒙圈的纠察员刚想要解释，就被怼得哑口无言。경찰이 경찰 일을 했는데 징계를 할 거면 나부터 해. 내가 얘 상관이고 내가 지시했고 내가 책임자야. 내가 책임자야. 너만 놈 하나 잡아서 독박식으로 생각하지 말고 징계를 할 거면 나부터 해, 이 새끼들아. 총알 날아오면 가장 먼저 도망칠 새끼들이 어디서 감히. 最终只能乖乖的放人离开。署长让老李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即便如此，老李没有放弃调查枪支的来源，首先找到当地有名的黑帮打探消息。可孔社长表示自己组建的是正规黑社会，只玩刀，从来不碰枪。老李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转身离开。接着又找到阿白询问为什么想要找枪。原来阿白已经癌症晚期，只剩下6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才想用枪痛快的结束生命。老李又询问阿白子弹从何而来。阿白表示是从一个神秘网站上发现的，上面显示可以免费得到枪支，所以才好奇的点击同意按钮。结果第2天就收到快递，但里面没有枪支，只有一张纸条和子弹。可当老李想要查看神秘的网站时，却发现网址早已被封闭，只好让阿白拿出快递里的那张通讯录。可阿白声称已经被丢掉了，但还是凭着记忆写下几个地址。同时一名大妈来到车库，拦下豪车，并从怀里掏出手枪对准车里的人。本以为大妈拿着玩具枪故意吓唬自己，结果下一秒大妈就直接开枪击穿玻璃，被吓坏的司机直接丢下老板逃离。原来大妈的儿子因为工伤不幸死亡，可眼前的老板以业务外包为由，不仅拒绝赔偿，还诬告大妈的儿子是违规操作才导致死亡的。他只希望让老板能给死去的儿子道歉。당신이 돈 아끼려고 무리한 노동시켜서 몸뚱아리가 2쪽나 죽은 내 아들이잖아. 그렇게 목이 터져라 외쳤는데 얼마나 우리가 우스웠으면, 얼마나 우리가 가짜났으면 당신은 죽은 내 아들 이름 좀 잡아라!
한 번만 살려주세요. 살려주세요. 죄송합니다. 한 번만 살려주세요. 너 말고 내 아들한테 사과해.但迟来的抱歉终究还是晚了。大妈最终在崩溃下扣下扳机。与此同时，一名经常霸凌的高中生看到网上的新闻，对方试着在网址上搜索购买枪支的提示，却没料到还真出现一个神秘网址。隔天放学回家就收到快递，等打开后还真有一把冲锋枪，脸上不自觉露出诡异笑容。而除了男孩以外，那些得不到正义审判的底层民众也陆续收到枪支快递。至此，惊悚韩剧《枪口彼端》第3期结束。